你们想知道我这个大胖媳妇儿，这加拿大姑爷第一次遇着中国老丈人是咋翻车的不？今天给你们讲讲吧。顺便说一句，爸呀，当初难为你了，谢谢你的体谅啊！父亲节快到了，祝你父亲节快乐。那时候哈，就我跟我老公才认识不几个月，就是脚还没当面抠呢，话也没直接说呢。然后有一天，我爸给我打电话说要来厦门看看我，第二天就到。我说行了，我去机场接你去。然后第二天，我跟我老公中午吃完饭，我就说的，那行了，我走了啊，我去机场接我爸去。完，他说的，啊，你爸来了，那我跟你一块去接他去呗。我说不用，你也挺忙的，你这个休息休息吧。他说我不忙，我老闲了，我跟你一块去吧。然后公交卡一拿就跟我走。我当时寻思不行啊，我还没跟我爸说我处对象的事儿呢。完，他就鸡头白脸一定要跟我去。最后整的我没招了，我说我跟你说实话吧，就我吧还没准备好让你跟我爸妈见面呢。你说将来啥情况也不知道，万一是个无言的结局，多浪费感情啊！完，他还没听明白，浪费谁感情？为啥浪费感情？我也不跟你爸处对象。我一看似乎有话可以套，我就问他，我说那你这意思你经常往家带女朋友呗？就是你给你妈见几个了？完，他说的，哎呀妈，那可见老了，从小学的王瑞秋到大学的陈露西，有时候是女朋友，有时候就纯属来跟我打游戏的。我说那你妈啥反应啊？我妈就是看着她冰箱里那点东西，就只要她冰箱里吃的别人吃了就行。有一次有个女生吃了她一块蛋糕，我妈让我管人要钱。我说那你咋办的？我带她私奔了。那个时候，那年少懵懂的我，居然觉得我老公定是说笑了。之后数年，被婆婆要钱的我，方才明白我老公已经瞒报了。完事我就听明白了，就是外国人呢，就是往家领男朋友女朋友这事儿，这个传统跟咱不太一样。可能有时候你往家领个谁，你爹妈都不一定问。但是我不行啊，我没处过对象，完事我也没跟我爸见过谁，所以我想来想去，一狠心高低不能带他，然后我就上车了，给他扔道边了。我在车窗往外看他那样，偏跟吊掌的凉鞋在汗脚中爆浆，海市蜃楼的发量在骄阳下穿帮。我当时瞅他那样，我瞅他也挺可怜的，我心一软，我就上来吧。完，他是乐颠的，像大白号似的就穿上来了。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举动有点悲壮，我就想给我爸发短信，我就想告诉他，让他有点心理准备，就是一会儿接你的还有个大白号子。但是我爸在飞机上呢，接不着啊。然后俺俩这边呢堵车，赶上我爸人那边呢还顺风，俺俩到时候让我爸已经着陆了，正往出走呢，就时间很紧张。我这一没有时间跟我老公解释应该叫啥，应该说啥。完，我老公这人呢，就虽然心眼不是很全，这时候也搁这琢磨呢，一会儿我应该说啥呢？我估计他当时那思路吧，就跟他学呗，他说啥我说啥。然后我爸就从远处就出现了，然后我就迎上去了。我这个东北口音有多重吧，你们也都见识了。就是如果在异乡思家亲，听听彩铃东北人嘛，对不？我就以一个典型的东北方式跟我爸打的招呼，我说到了爸。我爸也挺想我的，刚过来想要抱抱我，这时候旁边噌家窜出一只大白耗子，也整一个到了吧，到了吧。如果我当时说的是到了呀爸爸，就我老公的汉语再不好，他也能大致听明白啥意思，他也不至于学。就我一到了吧，他还以为我叫名呢，一着急嘎家也跟着来一句到了爸，整的我爸名叫到老爸，你说听着像拖拉机名似的，给我爸吓一激灵。心寻就这年头沿海城市的外国友人都这么客气吗？我爸就愣着了，给我整的我没招，我说爸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处了个对象，他叫啥啥啥。给我爸整的哈，就一场游戏一场梦的，彻底蒙圈了。然后就一块往出走嘛，我爸手里拎个行李箱，我就一顿给我老公使眼色的，就赶紧帮拎，赶紧帮拎。我老公也没看明白。结果快上车的时候，你这行李箱不得放后备箱里头吗？我就一把把那行李箱抢过来，就假装说的你要帮他放，你自己说呗。结果我这大胖媳妇这时候汉语变异了，好上了，一点不配合，清澈响亮的问我干什么？给我尬的呀！我说爸，你先上车吧。然后俺俩上后备箱时，我就问他你咋的？你不懂得给我爸拎行李啊？结果人说的我看大老爸挺年轻的，你这上来就给人当老头带，我寻思人大老爸该不高兴了，人大老爸该不高兴了。我可怜的婆婆温迪啊，发了一周高烧，因为追星，她喜欢一个男歌手叫肖恩蒙德，好像是98年的，在加拿大的严寒之下穿小短裙，光排队排了4个小时。最有意思的是，我婆婆是和她二姨一起去的，二姨名叫简女士，维持is 77。这简女士人严重糖尿病啊，一激动更升糖。我婆婆还得看演唱会期间暂停看她的 idol， 给她摆小针降糖，给我婆婆整的也挺不耐烦的。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都没你的甜。我婆婆还喜欢谁呢？喜欢 Rain。在温哥华组团追，怕我不知道他喜欢的是谁，跟我说我喜欢韩国的雨。我说我喜欢东北的雪。他说雨就是 rain。我说啊，他呀，那个人在哪儿都叫 rain， 我们也管他叫 rain， 没人管他叫雨。然后我就很难想象这事我妈能干出来，我就在琢磨，面对衰老，东方和西方最大的差别是啥？中
中国老人的观念是，老人就该有个老人的样子。比如我妈哈，过了55岁，就是小短头发，带点卷儿，猛踩广场嗨曲的点儿，纱巾上总印着 fashion 的字儿啊，红袜子踩着小人的脸，对不？就这些宏观上显老的因素，他都不在乎。但如果你敢问，哎，你啥时候脸上有褶子？他问你啥时候你准备要孩子？所以咱们的妈妈在拍抖音的时候啊，全用那个特效滤镜把脸上褶子晕刷屏，就粉嫩粉嫩的老阿姨。那究竟是什么东西透露了青春已凋谢？是那 BGM 里怎么也飞不出花花的世界，花花的世界。我婆婆呢，全是反的。你看，马上60了，永远披肩长发到后丘，四季性感小热裤，追星追最年轻的哥哥，游乐场坐最过山的车，口红涂的比芭比都粉，夜店跳舞比小姑娘还能，就是不管脸。所以我妈和我婆婆面对衰老哈，有这种复杂的对立而统一的关系。有时候他俩还能打破中西文化的壁垒，互相支招呢。先是我婆婆给我妈支的招，她跟我妈说，你要想变年轻得美黑。这个褶子啊，它实际上是一个沟壑。为啥你能看出来它是褶子呢？是因为这个沟壑它在皮肤上出现了阴影。那如果你整个皮肤在黑夜里，何来阴影？一黑就该褶子，一黑就该褶子。我妈说你这是属于掩耳盗铃式衰老。你看我们亚洲人看着就不老，两个招：居家电波法和哈哈大笑法，就哈哈哈哈哈。咱先说居家电波法有用，这点我跟我妈是一致的。我脸上刚开始有褶子，我就买了雅萌他家 ACE 3代的射频仪。但是吧，我这个下颌线啊，都不是说不清晰的问题，我属于就下巴和脖子连一起了，八脖一体了，属于八脖奔来奔波霸的。所以我又整了一个升级版的 ACE 5代射频仪，它新增这个 Power 档，就可以针对额头、眼周、脸颊、下颌线4个不同部位定制输出能量，跟1、2万次的热那啥都是一样的分区操作，而且它是一次性吧输出3重能量，表皮层用红光，真皮层用射频，肌肉层用微电流，整个就是一个3D 式的抗老修护。每天6到10分钟，眼角的小纹是淡了，你瞅瞅。现在他在俺家属于共享光波，电波法吧，我婆婆还行，大笑法真给他害惨了。有一次我婆婆跟我女儿视频，就看我妈在视频的背景这样。温迪就问我女儿，你家地板漏电了，你姥这是什么造型啊？我妈跟温迪说，这招特别有用，最好会110个老太太跟你一起笑，背朝大树，就用你们英文词就是 laugh and enough， younger10年都 not enough。我婆婆就开始有点信了嘛，没找着老太太，找她俩闺女跟她一起练。我只能说，公公，我对不起你。你们可能有所耳闻啊，我大胖媳妇这次感染的是屁猪，然后我爸呢前2天就惦记孩子，就不放心，就非要过来照顾我们。老头就正好赶上了他姑爷1天500响不敢见明火这2天，到俺家就晚上，我爸直接上床睡觉了，晚上12点咔给老头震醒了。我说咋的了爸？睡毛愣了。我爸说，哎呀，妈，我听这声我以为接神了呢。我爸都不敢喘气儿啊。大胖媳妇还说，爸爸你的脸都紫了 ，why？ 我爸说，那不因为你毒猪吗？还外，你是阿猪，我是阿紫，你是阿猪，我是阿紫。然后这2天不就慢慢恢复了吗？就肯定不是像当时500响接神那种感觉了。但是它恢复期呢，就像初3、初4那种鞭炮，哎，就是不密但是碎，不响但是脆，这还都没啥。最气人的是啥呢？你说他有礼貌吧，他一天叮咣放，一点不觉得丢人；你说他没礼貌吧，那外国人打完嗝放完屁之后还都说一句 excuse me， 然后后来自己还给翻译过来了，就打扰了，一天到晚就是哦 excuse me， 打扰了，打扰了。哦 excuse me， 打扰了，打扰了。哦 excuse me， 打扰了，打扰了。给我爸气的。来，你打我！哎，你别打扰，你直接打我，来往这儿打。然后呢，我爸也阳了，老头挺委屈的。我爸说出去都丢人。我一铁岭，人家问我咋被加拿大病毒入侵的，我说我是被洋火点对点熏的，点对点熏的。对我爸的摧残还有呢。就这些天以来啊，每天早上我们全家人都测一下体温，就大概8、9点钟吧，都测一下。大胖媳妇呢先测，她是在感觉窝这测，捂得老严了，测3分钟，然后测完呢就放回那小玻璃盒里，拧紧真空盖好。然后接他的呢一般都是我爸，但是我爸呢他放嘴里，我爸也不知道这体温计之前都经历过什么呀，就直接放嘴里，连着3天。我爸就说，哎呀，我这嘴里啊，尤其是早晨8、9点钟那阵儿，不是味儿啊。我说是阳了的味儿，我爸说不是，就是羊味儿。哎呀，就是一吧一嘴犯恶心。哎呀，那味儿成了迷魂了，尤其是早上8、9点钟那阵儿。终于有一天早上，我爸观察这体温计，才知道每天进他嘴之前，大胖媳妇放嘎吱窝3分钟。我爸都想削他了。你自己有多山不知道吗？哎，你说你这人平时我也没看出来你有多细心，那怎么从嘎吱窝抽出来体温计，在盖盖的时候，那盖儿怎么盖的那么严实呢？左掀了都，左掀了都。我说爸别生气，咱家直接换体温枪，他嘴里有味儿，你赶紧给他整点好喝的，你给他润润。爸，这是巴贝的哔哔的巴哔哔的哔哔啵枇杷露，琵琶的。你告诉他同仁堂老字号啊，是当然他的。你给他倒点，直接送进屋喝去吧。加点冰，加点冰，不要，弟弟下一个。干杯！
哎，那给你姥爷的呢？没有。